所有的投资指南、财经名嘴都在教你要敢于冒险，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风险从来不等于勇气。当你的时间所剩无几时，拥抱风险不叫勇敢，叫愚蠢。我10几岁就在茶楼端茶倒水，后来去做塑胶花厂的推销员，从底层一步步走过来。如果我在35岁的时候赔了一笔大钱，我心里是不会彻底崩溃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哲学问题，那是纯粹的数学问题。我还有10年的时间，我可以再拼命工作，我可以重新存钱，我可以犯错，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站起来。我还有足够的长跑跑道，让时间和复利去修补那些损害青春。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状态，在市场的洪流中，青春是备用时间，是恢复能力，是能够挥霍愚蠢，然后趁着时间还允许，慢慢变得不那么愚蠢的一种奢侈品。但是当你过了60岁，这个数学公式就彻底变了。我在商界看了大半个世纪，见过无数起落。我发现金融界最愚蠢的错觉之一，就是人们总想向外界证明自己依然老练且大胆。许多人到了晚年，非常不爱听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他们偏好那些讨好他们的投资建议，他们希望有人告诉他，那种在40岁时令人钦佩的积极直觉，到了68岁时依然能让他们显得威风凛凛。他们想相信，冒险总是意味着魄力，而谨慎总是意味着胆怯。风险不是勇气，风险是冒险。而当时间所剩无几时，冒险的意义就彻底改变了。很多老友来找我喝茶，聊起手里的资产，他们总想要一个万能的公式，想要一个永远不变的身份标签。他们会得意地说：李生，我是积极型投资者，我是价值型投资者。随便你用任何你想要的标签，世界根本不在乎你在43岁时给自己贴了什么金字招牌。如果你到了71岁，你的投资组合还是像你拥有无限时间，并且对灾难有着盲目乐观的容忍度去安排，那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当你年过花甲，你首要的任务已经不再是如何从零开始致富。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的人生过得还算顺遂，你已经建立了一些东西，累积了一笔足以养老的财富。眼下真正致命的问题是，如何不失去你花费数十年心血建立的东西。问题是如何让这笔财富足够可靠，以支撑你未来的真实生活，而不是在一个重大错误无法轻易修复的确切阶段，还要求这笔财富去表演特技。这正是为什么你的投资策略必须随着白发的增加而改变。在这个阶段，你的财富不需要为你赢得掌声，它只需要为你买下持久的安稳。做生意、管理财富，就像是在维多利亚港边盖大楼。30岁打地基时，你可以日夜赶工，就算哪里出了差错，塌了一角，大不了重新推倒再来。但60岁之后，你的大楼已经封顶，里面住着你的晚年生活，你的医疗保障，你对家人的承诺。这时候，你却要求这栋楼去表演特技，去在狂风暴雨中证明它有多抗震。这不叫有胆识，这叫拿命运开玩笑。然而，许多年长的人花了一辈子去累积金钱，却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假装保本是懦夫的行为。他们听到安全这个词，就觉得代表软弱；听到可预测，就觉得没有吸引力；听到固定收入，就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当年让他们成功的饥饿感。于是他们去追求收益，去追逐绩效，买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复杂产品。他们慢慢将晚年本该有的安全感转化为晚年的脆弱性。这是我见过最昂贵的一种虚荣形式。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无聊，害怕看到别人赚钱时自己的尴尬，甚至害怕看着某个年轻傻瓜在不懂的市场主题中投机获利，而自己没分到一杯羹的情感侮辱。但这都不是你该害怕的。你真正该害怕的是带着一个犹如年轻人幻想般安排的投资组合，毫无防备地走进人生的下半场。持久性，这才是我们这个年纪应该多花点时间思考的词。持久性意味着你的资本能存活，意味着你的购买力能存活，
意味着你的尊严能存活，这意味着你不会建立一个如此脆弱的退休生活，以至于一次通膨飙升、一次熊市、一次突发的医疗冲击，或是一次过度自信的愚蠢追求，就能把整个生活撕裂。我见过太多聪明人在人生的上半场赢得漂亮，却在下半场因为拒绝承认时间的流逝而输掉了一切。承认自己没有犯错的本钱，不是认输，这是最高级的自知之明。喝茶的时候，我常听到一些事业有成的朋友抱怨市场不好，他们盯着报价机，为了1-2个点的涨跌而心跳加速，整夜睡不着觉。在他们眼里，所谓的风险就是荧幕上闪烁的红绿数字，是股市大跌，是报纸上渲染的金融海啸。但我常常对他们说，这些大风大浪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个从不敲门也从不发出声响的刺客。这个刺客的名字叫做通货膨胀。做生意这么多年，我深知通膨从来不会一脚踹开你的家门，大张旗鼓地抢走你的财富，它只是悄悄地日复一日地溜进你的房子，每年偷走一点点你辛苦攒下的购买力。它最狡猾的地方在于，它会给你一种岁月静好的幻觉，让你相信一切如常，直到你老到无法轻易重建财富的时候，你才会突然注意到那累积下来的巨大损害。或许此刻听我说话的你是1973年出生的，眼下正好53岁。你可能觉得自己还在壮年，还在职场或生意场上呼风唤雨。对于物价的上涨，你或许只需多接一单生意，多加几天班，或者稍微调整一下产品售价就能应付过去。年轻或还在打根里的人，总以为能透过赚更多钱来强行度过通膨的难关，因为你的劳动力就是修复通膨损害的最佳机制。但请你试着把目光放远，想象一下，当你不再拥有这种劳动力优势，当你65岁、75岁只能依靠固定的名目收入生活时，情况会变成怎样？你可能在65岁刚退休时，看着银行的存款，觉得自己过得非常舒适，甚至算得上富足。但到了75岁，你会感到明显变穷，即便你这10年间没有犯过任何戏剧性的投资错误，因为你去菜市场买菜，发现价格涨了；你缴纳水电费，发现费用高了；你的保险费、医疗保健费、房屋的维修费，全都在无声无息中攀升。世界悄悄地变得更昂贵，而你自己的收入流却停滞不前。你不得不在早餐、电费、处方药、交通费上精打细算，甚至在逐渐发现曾经买得起舒适的钱，未来只能勉强买得起维护的过程中，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试图在物价飞涨中维持晚年的尊严，却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挤压，这就是老年人面临的最残酷的现实。很多人问我，李生，你常说要留有现金，那把钱全放在银行是不是最安全的？我会笑着告诉他，大错特错，没有所谓绝对无风险的投资。现金会确凿无疑地输给通膨。政府债券当利率上升时，市场价值会下降；房地产会带来杠杆、缺乏流动性以及繁杂的维护成本。既然每件事都有风险，我们在晚年寻求的安全就绝对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魔法。所以我一直认为，超过60岁的人必须把抗通膨放在资产配置的防御核心。这时候，抗通膨政府债券或是具有实质抗通膨能力的资产就显得至关重要。每当我向别人提起这类防御性资产时，大多数人听了都会打哈欠，他们觉得这太乏味了，既不能让他们一夜暴富，也没有在朋友聚会时拿来吹嘘的资本，很好。在退休生活中，无聊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特质。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无聊就是一种超能力。如果你过了60岁还把无聊当作一种侮辱，那你还没有真正懂金钱的意义。当你开始把无聊当作资产，当作是这笔钱正在忠实完成他被雇来做的工作的证明时，你在心灵的平静上就已经是一个富人了。这些抗通膨工具不能消除所有危险，也不会让生活瞬间变得完美，但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将晚年最丑陋的敌人购买力的丧失直接放在了防御的中心。他们的本金
会随着通膨调整，你的基础防线是随着价格水平移动的，而不是停滞在原地，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这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重要，因为退休人员并不是在抽象层面上遭受通膨之苦，他们是在一日三餐和日常开销中受苦。投资不是为了在荧幕上看数字跳动，成年人的问题是这笔钱能不能撑过无可避免的风暴。我们做人做事讲究一个底气，投资组合的设计从来就不仅仅是关于回报率的计算，它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关乎行为心理学。试想一下，如果一个退休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有一大部分的核心资产正在默默执行着枯燥但极其关键的保存购买力任务，他的脚步就不会轻易慌乱。当市场出现波动，当外面的世界吵吵闹闹时，他就不太容易对剩余的投资组合做出愚蠢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觉得自己手无寸铁，毫无防备。他有一把已经撑开的伞，这把伞或许不够华丽，但足够挡雨。这份不恐慌的从容价值连城，它能保护你不被自己的情绪反噬。这就是无聊带给你的底气，也是你在晚年保住财富、保住尊严的第一道护城河。刚才我们谈了防御通胀的底线，眼下我想和大家聊聊另一个极度容易让人失去理智的陷阱——对额外收益的贪婪。很多人听到债券2个字，脑袋里就会自动把世界一分为二，政府发的就安全，企业发的就危险。这种想法，老实说，太粗糙了，也毫无用处。这个真实的商业世界，并没有被划分的那么整齐。你回想一下我们做生意的尝试，把钱借给一个急功近利、做事鲁莽的债务人，和把钱借给一个财务实力雄厚、成熟稳重、能产生现金流且资产负债表极佳的企业，这两者之间能一样吗？这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深远的差异。我并不是教你去市场上盲目追逐每一档提供优厚派息的产品，我是说你要足够挑剔，用你累积了半辈子的判断力，而不是用不切实际的妄想去购买额外的收益。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因为贪婪而获颁什么奖章，你真正需要的是足够的收入来支持生活，同时绝对不能破坏产生该收入的资本。这时候高评级的公司债就能帮上大忙，因为他们通常比国债提供稍微多一点的收益，却不需要你陷入那种垃圾级别信用的发财幻想中。但这恰恰也是许多较年长的投资者最容易失去理智的地方。当利率在低档维持了一段时间，或者退休的人对安全资产那点温和的回报感到不耐烦时，危险就悄悄降临了。他开始听到市场上诱惑的声音，那个声音会在他耳边低语：你值得更多的收益，你真的太保守了。那个声音还会指着某个理财产品说：你看，这家公司支付7%或者8%的利息，毕竟会出什么问题呢？我来告诉你会出什么问题。通常对于会出什么问题的答案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会出问题。我见过太多60、70岁的老友满头白发，却还在市场上拼命追逐高息，彷佛他们比所有人都聪明。但事实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拿着未来晚年稳定所需的救命钱，用来资助眼下的没耐心。在我看来，这是金融界最不令人钦佩的交易之一。这不是投资，这是一种致命的虚荣。从一个你能尊重的借款人那里少赚一点，远比从一个如果你实际阅读其资产负债表会让你感到紧张的借款人那里榨取更多要好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有限度的把钱借给那些非常强大的企业，比如那些拥有深厚现金流、持久客户关系，并且在历史上有着长期履行义务记录的公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你把钱投进去，不是想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你只是想获得比国债多一点点的收入，同时保持理智，在晚年这就够了。那些无法知足的人，通常会受到市场最严厉的惩罚，直到他们学会为止。当然，我们也必须坦诚面对债券在现实中会造成的波动。许多退休的人一看到利率上升，手里债券价格下跌，
就以为大难临头，这同样是幼稚的想法。如果你拥有一档高评级的债券，并且你打从一开始就打算持有到期，那么期间的价格波动确实会很烦人，但它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只要不违约，你的本金会在到期时如数归还。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借款人的质量如此重要。如果借款人非常强大，并且这笔投资是为了其预期目的而持有的，那么报价机上那些戏剧性的起伏，通常没有电视名嘴让你相信的那么重要。做生意也好，投资也罢，良好的底层设计永远比外面的杂音更重要。当你把本金的安全锁在强大的信用里，你就能在风浪中稳坐钓鱼台。很多老朋友一听到我提股票2个字，连连摆手。害怕的退休人士通常会反驳我：李生，股票不安全啊，跌起来心脏受不了。如果你说的安全是指价格永远保持一成不变，那股票确实不安全，因为它们从来都不会保持静止。但是大众喜欢把所有股票视为一个单一的情感类别，这是一个极大的认知错误。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拥有一家成熟、现金充裕、股息稳定增长且销售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企业，与因为某个财经评论员说这家公司可能会翻3倍而去追逐某个热门板块，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行为。前者是做踏实的股东，后者是去赌场碰运气。如果你过了60岁，股票在你的资产里的基底角色会改变，就像其他东西的角色一样，你不需要他们去为你创造什么一夜暴富的奇迹，你需要他们去做2件比较安静的工作，一件是透过股息提供一成稳定的收入，另一件是提供一些资本增长和抗通膨的机会，这样你的投资组合就不会变成你购买力的缓慢送账队伍。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人生阶段极度偏好防御性的收息股。什么是防御性？就是消费必需品、公用事业、医疗保健企业，这些东西无论是在经济繁荣、衰退、混乱，还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继续使用。卖洗发水、洗衣粉的公司听起来不令人兴奋，很好，因为人们在经济衰退时依然会刷牙，依然会洗衣服，电力在经济低迷时依然重要，药物在任何时候都攸关性命。这些企业的美妙之处不在于他们的股价永远不会下跌，他们的美妙之处在于其潜在的经济需求极度顽固。这种顽固正是你我在晚年最该花钱买下来的持久性。一家能够持续产生现金、持续支付股息，并且在许多经济周期中持续缓慢提高这些股息的公司，具有一种投机性魅力永远无法拥有的持久力。比如一家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它并不有趣，因为它无法给你带来在鸡尾酒会上吹嘘的资本。它有趣是因为人们每个月都必须继续支付电费，而且这种受监管的经济学无论有什么缺陷都能支持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这种可预测性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长寿的现实。年长的投资者需要参与一些生产型企业，因为纯粹的固定收益工具在面对漫长的退休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医疗保健成本时，可能会变得极度脆弱。眼下一个65岁的人极有可能活到90或95岁，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医学概念，这是一个真金白银的规划问题。如果你的钱必须撑过30年，那么完全由停滞的名目工具组成的投资组合可能会变得太弱。它一开始可能感觉很安全，但日后就会显示出它太过胆怯的致命伤。这就是为什么适度配置防御型收息股是明智的，它给了投资组合多一点生命力，而不需要它变成一个赌场。当然，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是优秀配息股的股价，在市场恐慌中也可能大幅下跌。2008年好的防御性股票下跌了，2020年它们同样下跌了，这并不矛盾，这是拥有公开市场资产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在情感上无法忍受这一点，那你根本就不应该拥有它们。但只要企业保持健全，而且你不需要在市场谷底时被迫变现，那么股息就会继续发挥作用，
而时间最终会修复报价，这才是成熟投资的样子。它从来都不是关于永远不跌，而是建立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市场的恐慌不会迫使你做出毁灭性的行为。在商场上打点了大半辈子，我看过太多聪明人的起落。很多人以为晚年投资失败的都是那些不懂金融、没有见识的普通人，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晚年给自己惹上真正大麻烦的，往往是那些曾经非常成功、绝顶聪明的人。为什么？因为成功会骗人。这就是我想跟各位谈的，聪明人在晚年最容易犯的5个致命伤。第一个大错是追求收益，这是几乎所有退休人员都会受到的诱惑。当外头的低利率或适度的温和收益让他们感到焦躁不安时，危险就来了。如果广告上写的6%，他们就不想要3%；如果某份理财简报承诺9%，他们就不想要4%。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垃圾债券、疲弱的特别证券、脆弱的房地产信托、杠杆合伙企业，以及任何只要包装得够好，就可以被称为高收益的工具。这种情况经常以悲剧收场。你要记住，在金融世界里，超额的收益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它通常是警告标签。有时候这警告很温和，有时候则是致命的。但市场付给你额外报酬总是有原因的。当你过了60岁，你应该停止假装每一个额外的收益点数都是奖品。很多时候，它只是钓鱼的诱饵。我宁愿看到一个退休的老友少赚一点并睡得安稳，也不愿看到他多赚一点，直到资本彻底消失，变得无法入睡的那一刻。第二个大错是妄想掌握市场时机，这个错误会毁了聪明人，因为这奉承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退休的人总喜欢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谨慎行事，先在高点卖出，等待局势明朗，然后再逢低买回来。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几乎总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循环。他们在恐惧高涨时恐慌卖出，他们在价格回升时犹豫等待，他们开始担心错过行情，然后在大部分涨幅已经消失后才追高买回，接着在下一次恐慌时再重复这个过程。这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而这种幻想在晚年特别昂贵，因为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从这些一再犯下的非受迫性错误中恢复过来。第三个大错是过度自信。成功人士特别容易掉进这个陷阱，因为他们习惯了将能力从一个领域理所当然地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一个人可能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顶尖的律师、身经百战的企业主或是高阶主管，但这不代表他在投资上就不平庸。这世上的技能是无法自动转移的。公开市场投资需要完全不同的气质、不同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以及对估值和行为非常不同的尊重。我看过许多原本聪明富有的人，说服自己既然在某个领域很强大，就可以在不需要纪律的情况下选股，掌握产业时机，并管理复杂的退休配置。请记住，市场没有义务尊重你以前的身份，它通常只会非常有效率地羞辱你的傲慢。第四个大错是分散投资不足，这有太多种形式了。有的人在一家公司投资太多，只因为觉得这家公司看起来很熟悉；有的人在本国资产投资太多，因为对外国的风险感到排斥；有的人在债券上投资太少，因为坚信股票总是赢；还有些人留的流动性太少，觉得现金放在那里太懒惰。分散投资确实不令人兴奋，因为它不会奉承你的眼光，它只是默默地防止你不如想象中那般神准时的保护措施。晚年绝对不是把戏剧性的集中投资伪装成信念的时候。第五个大错是忽视税收的侵蚀，这是一个极度安静的损害来源。税收不会像市场崩盘那样在报纸头条上产生情感戏剧，但它却像白蚁一样啃噬你的老本。一个没有仔细思考收入来源、资产存放账户、提款顺序安排以及税务拖累如何在退休期间发生变化的长者，可能会因为单纯的不注意而损失惊人的金额，巨大的恐惧得到所有的情绪反应，而安静的结构性漏洞却往往造成了最实际的损害。
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来看，年长的投资者不仅仅是在对抗市场风险，你还在对抗通膨风险、长寿风险和医疗保健风险。通膨很重要，因为退休生活可能长达数十年；长寿很重要，因为能撑过15年的资产，对于30年来说可能极度脆弱。医疗保健更重要，因为一场漫长的疾病可能会很快让一个原本舒适的计划变得捉襟见肘。这5个致命伤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在时间面前的脆弱。做生意如此，做人也是如此，肯低头看清脚下的路，好过昂着头走向悬崖。有很多年轻人觉得我们这些老家伙开口闭口就是睡个好觉，是因为我们老了，失去勇气了，开始变得感性了。我从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睡眠是证据。如果你的投资组合安排的让每一次市场震荡都让你变成神经质的动物，彻夜难眠，那么这不是市场出了问题，是你的投资组合正在告诉你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它的设计和你的性情是完全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在退休生活中极为致命。年轻人有时可以容忍这种不一致，因为劳动收入仍然进来，时间仍然充裕。但我们这些走入人生下半场的人，无法随意忽略脆弱性带来的心理后果。如果这个计划让你恐慌，那么恐慌最终就会改变这个计划，不良的投资行为就会趁虚而入。我宁愿拥有一个让我每晚安睡的资产结构，也不愿拥有一个让我在酒会上有吹嘘资本，却悄悄危及我未来晚年安稳的定时炸弹。那么这个能让你安睡的结构到底长什么样？一旦你开始用务实的方式思考，投资组合的建构就变得诚实多了。你首先要从生存预算开始计算，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必须支付的费用是什么？住房、食物、水电费、保险、医疗保健、交通等基本生活开销，这笔钱绝对应该由你最安全、最可预测的来源来支付。当你的生存底线被牢牢守住后，你再找出能让生活愉快的额外资金，旅行、给孙辈的礼物、娱乐、慈善，在这里你才有多一点变化的空间，多一点成长资产的空间，多一点耐心的空间。这比通常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提款口号是更好的思考方式。在一个低收益、长寿、对通膨更敏感的世界里，保持灵活性才是大智慧。请记住，灵活性不是软弱，它是智慧。如果股票度过了困难的1年，也许你可以暂时多靠债券收入生活。如果利率上升让债券价值看起来很难看，但你的股息收入完好无损，你就可以依赖那里。如果你的支出需求改变，你的配置应该回应现实，而不是坚持某种意识形态。一个死板的退休人员比一个灵活的退休人员更容易被市场击垮。一个好的设计永远包含了弯曲的空间。很多老友问我，需不需要花钱请专业顾问？这取决于你。如果你有简单的资产负债表、适度的财富、有纪律的习惯，以及足够的自我觉察，以保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可能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但如果投资组合很庞大，税收复杂，账户分散，家庭需求多样，而且你自己的情绪倾向不完全是资产，那么支付合理的费用给一个真正的受托人，与你自己错误决定的代价相比，可能是便宜的。不要把你的晚年花在避免微小的杂货浪费上，同时却每年悄悄地将大型投资组合的1%或更多捐赠给平庸的建议。如果一个顾问有价值，他保护的应该比他花费的多。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赢，但在过了60岁这个人生节点后，你要明白，安全投资不是关于赢得比赛，而是关于建造一台可靠的机器。这台机器一部分保护购买力，一部分在不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提高收入，一部分保持对真正企业生产力的参与。围绕这一切，你保持流动性、纪律、税务意识，以及不把贪婪误认为老练的足够谦逊，这就够了，这真的就够了。因为在这个阶段，游戏的规则不是让任何人感到惊讶，游戏的本质是保持独立，
有尊严，并在财务上难以被击倒。好景时留散，坏景时撑伞，这是我一生只用了一个的策略。问问你自己，你眼下建立的财富结构，哪种结构让你最不容易受到年龄、通膨、坏消息、坏运气以及偶尔想耍聪明的欲望的伤害？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而回答好这个问题，通常就是感觉安全的退休生活，与感觉像是在跟你不再有时间掌握的力量进行漫长焦虑谈判的退休生活之间的差别。